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哎呀妈呀，今天这个事儿真是让我这个当红娘的火冒三丈。我从业这么多年，还真没见过这么荒唐的事情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上周我手里有一位女客户小芳，今年32岁，在广州某银行做经理，年薪40多万，家里就一个女儿，父母都是退休公务员，条件不错吧？但是呢，一直单身，这不是托我给她介绍对象吗？我记得清清楚楚。小芳妈妈第一次来我办公室时就说：“丽姐啊，我们家小芳条件这么好，一定要找个门当户对的。你也知道现在这个社会，女孩子找对象不容易，我们家就这一个女儿，可不能随随便便就嫁出去。”那时候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，但是人家毕竟是客户，我还是很专业的问：“阿姨，您对女婿有什么具体要求呢？”好吗？这一问不要紧，张口就是一串要求。首先啊，男方必须是广州本地人，要有房有车，年收入不能低于50万，年龄不能超过35岁，身高要175以上，长相要周正，最好是事业单位或者国企的。哦，对了，家里最好是独生子，这样以后赡养老人也简单些。我一听就想说，阿姨，您这是找女婿啊，还是在找王朝太子？但是我忍住了，毕竟是客户嘛，要保持专业素养，我就委婉地说，阿姨，现在这个社会，您说的这些条件，每一条都不难，但是要都占全了，还真不太容易。结果这位阿姨可倔了，那有什么办法？现在的男人不都是妈宝男吗？我们家小芳这么优秀，总不能随便找个人就嫁了吧？再说了，我们这个年代过来的，不都觉得女孩子一定要找个比自己条件好的才行吗？哎呦喂，我听了都想翻白眼。但是没办法，既然收了人家的钱，就得办事儿。于是我开始在我的客户资源库里翻啊翻，还真让我找到一个条件不错的男生小陈。这个小陈今年34岁，广州本地人，在某知名企业做技术总监，年薪60多万，有房有车，父母都是大学教授，人品相貌各方面都挺不错的。我觉得这波稳了，赶紧联系双方安排了见面。第一次见面，两个人相谈甚欢，看起来很合拍。小芳后来还专门给我发信息说，丽姐，这次真是谢谢你了。小陈各方面条件都很符合我的要求，而且聊天很投机，我觉得可以继续发展。你们猜怎么着？事情的转折点就在这里。本来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，两个人处了快3个月，眼看着感情升温，小陈家里人也很满意这个准儿媳妇，打算上门提亲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小芳妈妈突然打电话给我，丽姐啊，那个小陈家准备给多少彩礼啊？说实话，我当时就愣住了。这彩礼的事情，在广州这种大城市，现在年轻人谈婚论嫁，基本上都是走个形式，讲究个吉利数字。但是小芳妈妈这语气，我就觉得不太对劲。我试探着说，阿姨，这个彩礼嘛，现在都是象征性的，一般家庭也就是给个8万8、16万8这样的吉利数字，您觉得多少合适呢？哎呀，丽姐，你这就不懂了吧？小芳妈妈的声音一下提高了8度。现在这个社会，女孩子的身价就是这么值钱。我们家小芳这么优秀，怎么着也得50万起步吧。再说了，现在结婚不便宜，光是婚纱照、酒席、蜜月这些，哪个不要花钱？我差点没从椅子上摔下来。50万，这都快赶上广州一套小户型的首付了。我赶紧劝道，阿姨，这个数字是不是太高了点？现在年轻人结婚压力都挺大的。小陈家虽然条件不错，但是一下子拿出50万，这也挺为难人家的。有什么为难的？小芳妈妈不以为然地说，他家不是有2个教授吗？工资那么高，50万对他们来说应该不算什么吧。再说了，他们家就这一个儿子，总不能让我们家吃亏吧。我真是服了，这话说的好像嫁女儿是在做生意一样。我又问，那小芳知道您的这个想法吗？这有什么好问的？当然是跟他商量过的，他自己也觉得现在这个年代，不要个像样的彩礼都说不过去。好家伙，我这才明白过来，原来母女俩是一条心啊。我想起前2天小陈还专门打电话来说准备这周末上门提亲，还问我有什么需要准备的。
这下可好，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这事儿可怎么收场？果不其然，周末那天，小陈带着父母还有伯父伯母拎着礼品上门提亲。一开始气氛还挺融洽的，大家有说有笑的。直到小陈爸爸提到彩礼的事情，说准备了20万，这是他们的一片心意。什么？才20万？小芳妈妈的脸一下子就沉了下来。丽姐，你之前不是说过，现在年轻人结婚彩礼都是50万起步的吗？啥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？这顶锅扣的我是莫名其妙啊！我赶紧想解释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小陈爸爸皱着眉头说：“50万，这也太多了吧？我们家小陈工作这么努力，好不容易攒了点钱准备结婚买房，您这一开口就要50万，这不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吗？”就是啊，小陈妈妈也不乐意了。我们家条件是不错，但也不是大富大贵，50万的彩礼，您这不是明摆着要钱吗？这下可好，原本和谐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。我赶紧打圆场，两位家长有话好好说，结婚是2个年轻人的事情，咱们老人要以他们的幸福为重啊。但是小芳妈妈已经坐不住了，要我说啊，现在的男人就是抠门，50万都拿不出来，还想娶我们家小芳，门都没有。这话一出口，场面顿时就控制不住了。小陈腾的一下站起来，脸都气红了。阿姨，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吧？我追求小芳这3个月，每次约会都是我来安排，饭店、电影、礼物，哪次我心疼过钱？我是真心喜欢小芳，也是真心想跟她组建家庭。但是您开口就要50万彩礼，这不是把婚姻当买卖了吗？小芳坐在一旁，脸色煞白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我看得出来，她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。这时候，小陈妈妈也坐不住了。我说：“小芳妈妈，你们这也太现实了吧？我们家小陈人品、学历、工作哪样不好？你们倒好，一开口就要50万。我活了大半辈子，还真没见过这么势利的亲家。你说谁势利呢？”小芳妈妈立马就炸了。我们家小芳这么优秀，年薪40多万，长得漂亮，有能力，找对象的人都快排到天安门了。我不跟你们计较，那是看得起你们。我在旁边看得直摇头，心想这下真要完犊子了。果然，小陈爸爸站起身来，一脸严肃地说：“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家小陈也不是非要娶你们家闺女不可。走，我们回去。”等一下，小芳终于开口了：“妈，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？小陈对我很好，他的条件也完全符合我的要求，为什么非要把彩礼定得这么高？你个没出息的！”小芳妈妈瞪了女儿一眼：“你懂什么？现在不要个像样的彩礼，以后婆家肯定会欺负你。我这都是为了你好。”小陈听到这里，苦笑着摇摇头：“小芳，原来在你们眼里，我就值这么个价啊！那行，今天这事儿就到此为止吧。我小陈虽然不是什么富二代，但是也不缺这口饭吃。既然你们觉得我配不上，那我也不勉强了。”说完，小陈转身就走。他父母也赶紧起身，连茶都没喝完就往外走。临走前，小陈妈妈还说了句：“谁娶你们家闺女，谁倒霉。我们家是来提亲，不是来被你们敲诈的。”我看事情闹成这样，赶紧跟出去安抚小陈一家。可谁知小陈已经彻底寒了心：“丽姐，这事儿不怪你，是我看人看走了眼。我这3个月的真心，在他们眼里连50万都不值。”这下我真是又气又无奈。说实话，我当红娘这么多年，见过的奇葩事不少，但像今天这样的还真是少见。明明是2个条件很般配的年轻人，眼看着就要修成正果了，结果被这么一出狮子大开口给搞砸了。等我回到屋里的时候，小芳已经哭成了泪人，她妈妈还在那里絮絮叨叨，哭什么哭？这种抠门的男人不要也罢。我跟你说，现在这个社会，男人要是连50万彩礼都拿不出来，以后肯定也不会对你好。妈，你到底懂不懂啊？小芳突然抬起头，眼泪汪汪地说：“你知道小陈为什么只能拿出20万吗？因为他在准备买房的首付。他原本打算2个月后就带我去看房子的，这些他都跟我说过了。现在可好，全被你给毁了。”
这话一出，我和小芳爸爸都愣住了。小芳爸爸是个老实人，从头到尾都没怎么说话。这会儿终于忍不住了，老婆，你这次是不是真的有点过分了？人家小陈各方面条件都很不错，对小芳也是真心实意的，这彩礼的事情是不是可以商量着来？商量什么商量？小芳妈妈撇撇嘴，你们懂什么？我那个姐妹的女儿前几天刚订婚，人家男方直接掏了60万彩礼，我们家小芳条件比她还好，凭什么只要20万？哎呦喂，我这个暴脾气终于忍不住了，大姐，您这是怎么想的？人家给多少是人家的事，您非要跟人家比这个干什么？再说了，那是在哪个城市？那家男方是什么条件？您光听人家给了多少，也不打听打听具体情况。小芳也跟着说，就是啊，妈，你总是跟别人比这比那的，我都32岁了，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各方面都很合适的人，你非要把人家往外推。我问你，如果小陈真的给了50万彩礼，你又怎么知道他不是借的呢？到时候背着一身债过日子不是更难？这话倒是提醒了我，我赶紧接上，就是这个理。我跟你们说，现在很多人为了结婚，东借西凑的凑彩礼，看着风光，但是婚后生活苦不堪言。你们要是真为小芳好，就应该看看这个男人靠不靠得住，人品好不好，而不是光看他能给多少彩礼。小芳爸爸也点点头，是啊，老婆，你这次真的有点钻牛角尖了。咱们家小芳这么优秀，找对象最重要的是找个真心对她好的，至于这彩礼，真的不必太在意。但是小芳妈妈还是不依不饶，你们这些人啊，就是太好说话了。现在这个社会不让男方出点血，他们怎么会珍惜？我这都是为了小芳以后的幸福着想。听到这里，我真是无语了。这种重彩礼轻感情的想法，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见得太多了。有些家长总觉得彩礼给的越多，就越能证明男方的诚意，越能保证女儿以后的幸福。殊不知，很多时候恰恰相反。我见过太多因为天价彩礼而分手的案例，也见过不少因为彩礼借债，婚后生活步步维艰的例子。这不，前几天我还听说一个新闻，说是男方为了凑彩礼借了一屁股网贷，结果婚没结成，人差点跳楼。我看小芳还在抹眼泪，就轻声说，小芳啊，阿姨问你，你是真的喜欢小陈吗？小芳点点头，喜欢，而且很喜欢。这3个月相处下来，我觉得他是个特别靠谱的人，他工作能力强，对家人孝顺，对我也特别体贴。我们之前都规划好了，准备明年结婚，后年要个孩子，结果现在说着说着又哭了起来。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？我继续问道。我想去找小陈解释。小芳抽泣着说，我怕他误会我也是那种只看重彩礼的人。这时候小芳妈妈又要说话，被小芳爸爸一个眼神给制止了。我趁机说，我建议你们母女俩好好沟通一下。阿姨，您也好好想想，到底是彩礼重要，还是女儿的幸福重要？说完，我就起身告辞了。临走时，我特意看了眼小芳妈妈，只见她虽然还是一脸不服气，但是明显没有刚才那么强硬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天晚上小芳和父母谈了整整1个通宵，小芳爸爸也难得强硬了一回，站在女儿这边，把他们那些结婚就是要买卖的老观念好好批评了一通。最后在我的牵线搭桥下，两家人又坐到了一起。这次小芳妈妈总算是想通了，不再纠结彩礼的事情。小陈这边也表示理解，维持在20万，但是承诺婚后一定会好好带小芳，给她幸福。现在小芳和小陈已经领证了，2个人感情很好。小陈还在市中心买了一套小2房，加装修总共花了将近400万。你们说，这样的女婿比那些给50万彩礼，但是自己一套房子都买不起的人，不知道强到哪里去了。所以啊，我想说的是，彩礼不是不重要，但是也不能太过较真。找对象最重要的还是要看这个人靠不靠谱，是不是真心对你好。那些一开口就要天价彩礼的，说白了，不就是把婚姻当成了一场交易吗？最后，我想对天下所有相亲的父母说一句，孩子的婚姻是一辈子的事，可千万别为了一时的面子，
或者是攀比的心理，把孩子的幸福给毁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次再见。